这次呢，这个关税郑丽君说台湾跟日本、韩国相同立足点啊。那另外呢，美国牛输台湾确定零关税哦，那引起震撼。他说我们有4大不便：敏感禁令不变，敏感问题；产地标示不变；校园采购要国产的产品不变；食安管理机制不变啊。那另外呢，稻米配额没有变啊，但是呢，美国的猪第3年开始起减半啊，所以呢，反正有变有不变啊。那另外呢，主要就是关税了，15%关税。那我们有2072项输美产品是被豁免的，那主要是蝴蝶兰、茶叶，那科最惠国税率。好，换句话说，人家多少我们也多少了，也没有比人家少，但是也没有比人家多，主要是这个啊。那我们看啊，我们台湾农产品到美国1年其实销额并不多了，只有不到9亿美元了，其实真的不多。那台湾进口美国农产品呢，1年是37亿，哦，差不多是美国是4倍了哈，是4倍。那这个另外呢，关税啊，就是说有些的毛豆了等等的，原来是32%了，现在降到15%，有些是有利的啊，有些是有利的。那但是有些呢，进口，比如说奶乳，哦，那他们说呢，我们进口的并不是国产的鲜乳，而是纽西兰的鲜乳，所以呢，虽然液态乳就是鲜奶了之类的，哦，是0都可以进来了，他们意思说对纽西兰打压比较大，我一直很怀疑，就像经济部长说汽车零关税对国产车影响不大，主要是那个对欧洲车影响大，对日本车影响大，怎么可能呢？就举例来讲说，国产车国际上比较高级也价钱也比较贵，那原来美国车很贵，现在美国车降到比你高一点点，你就会考虑啦，哎，我这多加一点哦，我是要买国产买美国，你自己想想看，消费者的心理，他一定会做个比较，怎么会没有影响呢？哦，这显然是自己骗自己嘛哈。洛农说已经要做最坏的打算了，哦，他说会对国产这个乳一定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哈，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叫做雪上加霜啊。那另外呢，赖清德说要有300亿做农业安定的基金了啊，那到底能不能有效啊？那另外呢，这个农业部说台湾的农业不是弱势，哦，我们哪有弱势？我们很强势哦。那张家俊啊，这个国民党云林的立委说，他说呢，譬如说现在已经终止对美猪实施100%逐批查验。以前是每批调查，现在已经放弃了。美国名单上的工厂不能实地查核，他说这叫做全面触手哦。然后政府的承诺呢，现在已经被自己推翻了哦。本来叫食安5环，现在变成食安5缺哦。所以呢，他认为谈判黑箱，也没有跟农民充分沟通，也没有注意到农民的生计。我们看一下。站在国人健康安全维护的立场，守护我们国人的食品安全，是绝对没有办法退让的底线。这个都是接下来行政部门到国会当中，必须要负责任说清楚。那我们仅开放绞肉跟部分内脏，所以条文里面所载的许多的敏感部位仍然维持禁令没有开放。就连来记都要采用国际标准，以目前规定来看，每牛0.01 ppm 跟 Codex 标准一样，猪肉、猪脂肪也跟国际同步。但猪肾脏、猪肝脏是0.04 ppm 高于国际，但不用来记的国家还是这么多，包含欧洲是基于动物福利，中国则是认为内脏风险比较高，但台湾这回说松绑就松绑吗？会去定牛的脂肪、牛的肝、牛的肾，那猪肉的部分会去检讨猪的肾，都一定会经过科学性的风险评估。而卫福部刚刚也发布了最新的新闻稿，里面强调美牛、美猪的输入管理以国人健康优先为前提，另外也在遵循国际规范还有科学实证风险评估之后，经过实地查核才会谨慎的调整部分牛产品进口。这个龙继雄到底有没有影响啊？影响足大，我跟你讲，人有人情理啊吼，贼有贼情理。你们看人家做贼的讲甲条条有理，迄法官哦，法官还会判他无罪。查到状元财嘛？这个差状元财啊，容易哪里？这个差来去抓到吼，法官讲你现在要甲偷的，我如果不偷吼。80几岁的母亲2天没吃了会饿死啊！
哎呀，法官个感动啊，再拿2000块给他、啊，这收回啊。你看看，你看这个，他说食安5环，然后啊，整个第一个不能查，哦，开放了以后啊，来记不能查，以前还有逐批检验，现在也没有逐批检验，这是看起来好像只是开放这边没有。刚刚你看这个，他说优先哦，学校的优先采购啊，优先采购这个校园用品是优先采购这个国产品，有没有？我请问你有华者吗？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钱的生意没人做。这些团膳业者，你只是叫他优先采购国产品的肉品，啊，如果他没有采购怎么办？这只是，所以整个配套下来，他就基本上他不敢，他知道会伤了我们台湾人的感情，所以这个当然政府的难言之隐，我们因为我是在野党，我一定会严审嘛，会提出批判。可是逼迫了大家可能要体谅他，因为他必要之恶，面临美国这么大的压力，是不是？但你退缩到这个程度，你有跟农民讲清楚吗？你知道我们养猪产业啊，上千亿啊，我们的猪农不能用莱克多巴胺，进口的莱克多巴胺那价格差多少？然后它又是集体养殖、机械化养殖，那整个进来，它本来成本就比我们低了，现在你还把关税拿掉，那整个一进来，我跟你讲，那个竞争力啊，就不是同日可语啊，我们在里面你守不住的。好，那你说团购，有些县市政府比较有勇气的，不能够用进口的，你一定要从。假如我今天是台南市长，我会要求中小学的营养午餐哦，因为这个菜单是1个礼拜前就要开出来，所有台南市营养午餐要用的肉品，全部从台南市的霸拼起点，我们自己有屠宰场，屠宰场以后再送到市场去，对不对？直接从这里配送，有多少全部管控，让孩子吃得健康。可是你看台湾，我们这月来生囝这月来，麻油猪心、麻油药鸡、麻油猪肝，好贵个，他今晚通不把关，全部进来，内脏的残留量啊，大概啊4到10倍啊，就来计。那他既然不检验了，煮了以后就检验不出来了。莱克多巴胺是你煮熟以后你无得检验。所以你能力够吗？你有办法去逐批检验吗？这个就提到食安问题，为什么跟着大家会紧张？那紧张的除了对孩子的食安问题以外，就是猪农的冲击嘛。一样的钱，你一样做生意，好，你看自助餐那么多，你能检验到他们不用来猪吗？我坦白跟你讲，没有办法。今天谁来当市长、主管机关，绝对做不到那个程度。因为政府从源头基本上不检验就没有验出嘛。假如你真的是有逐批检验、有检验，你就会有验出。问题今天是纵然有标准在这里，但我们海关是不检验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等于不要说弃守了，就等于我们是用变相很务实的来看待这个关税里面相互带的这些所有品项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其他呢？你不要看彰化这些葡萄农。葡萄的里来底哦，来柳丁、柑仔、桃啊、梨啊，美国迄里嘛真好食嘞。那你再跟台湾对比，这农民的气数啊嘛，都已经无法度生存了。但政府到今天还没有召集这些人来讲，哦，怎么弄，或者透过这个农业部，或者透过县市政府，大概规矩这的。我觉得政府弱农会冲击那么大，但不是没有招数了。我跟那个蒋万安去看那个乳牛那个肉农哦，因为我们都是小农多，他投资了1000多万，为什么？用机器人去经营，它的产量提高又干净哦，那它就变成它有竞争力，它还可以有一点。那你政府愿不愿意说集合这个几户的小农成为一个中大型的肉农，然后我就补助你哦，让你升级。真正的产业升级不是说你自己弄，你就政府就定一套。那台湾的 AI 算法，
因为它那个很精致啊。牛什么时候要挤，一天要挤好几次哎，什么时候挤，什么时候吃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去挤了以后怎么集装，集装以后冷链马上送，它这个要多管齐下啦。但是因为诺农跟我们讲的是说，他们很想这样，但不期待政府能做到这样。我刚刚讲的这么简单的事情，基本上政府是做得到，就做一样来看看嘛。基本上了哈，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在骗我们哈，看到很高兴啊，稻米保护住了。美国什么地方在种稻啊？美国很少种稻，美国人很少吃米啊。美国人吃面包，吃其他的 pasta 什么，美国人很少吃米啊。我在美国也没看到米也都是进口去的哦。美国种什么米啊？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肉哈，很多你是看不到的，都变成肉干肉松了。对，大批的肉干肉松，你怎么检查？你也看不到啊哈。所以基本上哈，我是觉得说，当然我们都承认哈，我也相信郑丽君啊，还有经济部的代表，也不可能故意去把台湾的权益卖掉，不可能啦。任何党派执政都不可能，一定也会很努力啦。但是有时候你光靠你力量是不够的嘛，你应该比如农民啊，或是立法院啊、国会啊，不同的意见啊，在野党意见至少让你像萧文长被丢个鸡蛋，就增加了很大的底气啊。对，那农民有这些意见，你就靠你们几个，从来也不讲。对，农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真的好吗？对，假如说你当时说全国上下不管在朝在野，当然一心哦，然后大家没话讲，就看你们几个人在搞啊，对不对？然后农业部都说不知道，农业部全都说我们也没有参加谈判，我们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农业这是弱势的产业，但是至少有几十万农民啊，要跟他们的家庭加起来上百万啊，至少他们表达一点意见嘛。你像一翻两瞪就是这样子。不是，我不懂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底气在哪里啊？而且实际上这些哈，老陈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枝微末节的，但是影响很大。真正重要的是5000亿去投资啊，真正你那个高科技40%都要移走了。对，你说你不是，怎么会不是呢？本来说这个核心都留在台湾，不要说美国，连熊本都要做3奈米了，什么叫核心留在台湾？不骗人了，需要再回来。好吧，台美的关税谈判哦，丑媳妇要见公婆，今天宣布了。钟嘉宾委员说呢，美国产品进口冲击有限，不会太多，没什么了不起。哦，然后呢，正式签署了。国民党提了10个问，说呢恐怕冲击食安跟劳工。哦，我觉得劳工权益才是最重要的啊。你比如汽车产业等等几十万了，农民也是几十万了哈，这些能不能受得了这些的冲击了哈？对有些行业可能没关系啊，有些反正外销的很好，高科技产业他也不在乎啊，但对有些就有蛮大的影响。另外，食品安全也蛮重要的哈。那另外呢，我们对美国采购也很重要，液化天然气、煤油、航空机等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000亿美元呐，哦，将近3兆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开放美国的牛内脏，哦，还有呢，这个美牛美猪等等都开放了哈，所以黄国昌说，民进党这食安态度都要转变了哈。那换句话说，不管什么食安不食安了哈。那另外呢，其实一定要大家知道，在美国人都知道，美国人是很少吃什么内脏的，吃什么内脏啊？美国人吃猪肝，吃猪大肠，吃猪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就不吃这些东西嘛。哦，那台湾很爱吃这些东西啊，而且贵，下水啊，黑白切啊，很爱吃这些东西啊。所以对美国人来讲，那个标准真的不重要，因为他不吃啊，你标准怎样呢？定得严，定得松。对台湾来讲，吃量很大哦，真的是量很大哦。那郑丽君说是呢，虽然松绑美牛美猪，但是呢，我们是依据科学基础哦，管理也不变啊，还会管理它啊。那卫福部呢说，我们将来美猪美牛跟国际接轨了，就是我刚讲的，国际因为讲不吃，所以标准就是这样子松松的。我们跟他接轨了，我们原来是比他严的嘛，哦，因为我们饮食习惯不同，文化也不同嘛，哦，但是现在说我们接轨国际了，哦，那另外这本来就应该因地制宜、因国制宜、因这个民族、因这个文化、因饮食习惯制宜了。牛绞肉，美国牛还有内脏，确定要开放进口了啊。哦，那所以呢，这个来基的标准会被放宽。为食药署说，我们正在重启
风险评估啊。绞肉的麻烦是说，第一个它量很大，它机器给你绞一绞哦，你到台湾来呢，你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个什么东西，绞在里面是什么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呢，立法院在野党要好好审查，不是只是备查哦。赖清德不要当卖国贼，你看一下。台湾深化与美国经济战略伙伴关系，不仅让台湾在制造业重返美国扮演重要角色，也有利于台美共同拓展和第三国合作，同时可以从根本上强化台湾经济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进而有助台湾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政院重申立场，只是国内汽车业也受一大冲击。美国小客车零关税，国内汽车产值粗估蒸发40亿，维持15%的关税。那虽然看起来跟美日一样，但我们确实包括投资包括采购，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说的投资代价指的就是台湾预计5年内对美投资848亿美元，折合台币2.6兆的投资，包含采购石油、天然气、电力设备。总统拍胸脯保证不会压缩其他预算。当然，它有其必要性，也是到今天才知道说，哇，原来还要再去采购天然气啊、电力设备啊等等这么多的大单。在野也是等公布协定才知情，但到底为何是能源市场？政院强调是为了战略考量，也就是避免大陆从中作梗。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国会进行实质审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台美关税谈判宣告落幕，但如何把对台产业影响降到最低，是谈判团队下个任务。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啊，是空前的挑战，也是我们的很大的危机，但是也不见得不是一个契机了。我不是现役的政治人物啊，我从来也不经营这些产业，所以呢，我要讲一些比较公平的话，就是过去在政府过度的保护政策之下，勉强生存的产业，其实这是一个退场的一个机会。你想，我们整个政府台湾的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平衡的，我们赚了很多钱，但是靠什么？靠电子跟通信器材。这些是累积了太大、令人眼红的出超金额啊，也累积了很多的外汇存底。川普这个人跟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远交近攻，喜欢打仗，但是跟谁打？跟印度、跟尼泊尔、跟这些，哎呀，我一数面盘马瓦给。川普是不一样啊，郑丽文把美国看成是恩人，那是过去的事情。因为没有补充一下，郑丽文说美国曾经是恩人，对，不是现在而曾经是，这个就是中文哦，这个时态 tense 不强调的原因啊。was 啊，这个has been 或什么啊，那 was， 因为美国没有美国相挺，我们都没有了，你还当什么发言人？你的政权根本不存在，你这个人做什么发言人？但是这个对川普来讲 ，is all past。这个是过去的事情，对川普这个人眼中只有钱呐，而且呢，他眼中看不惯的就是你赚我的钱。如果吐出来，如果你的顺差继续大，我就用关税把你打掉。如果你的外汇存底继续再上升，就是说你过去赚钱，现在继续在赚钱，我就用强迫投资把你打掉。所以这个是你讲他的道理还是没有道理的，只是你美国人。无路用啊，对不对？买卡车啊，搁要去收人的投资。你看最近那个有一个故事叫 Dayton、Ohio 的玻璃工厂，2年前中资老共的进去接管了，越来越大间，越来越大间。旁边的一家老美自己的玻璃工厂快要倒闭了，他们就说中资的工厂非法经营，用的是非法劳工，伊讲这里来查，无迄个代志。你变输人啊！所以川普用的方法，美国人不见得能够消化，不见得能够销售。你等着看，抢会到，吃袂到啦，吃会到没消化，没消化会啦。你等着看吧，你等着看。我刚刚问了，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问了龙盖兄，问了他们，我做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川普卸任以后，川普留下的东西，在美国还会留多久？对不对？还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会回来？
还是川普这一套就是永远在这里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哦，这是你认为呢？我认为留下来的不会超过2成啊。我们熟悉的美国会再回来，那是根深蒂固的这个人类所应该有的传统的值得保护的价值。这不是你这个流氓，我要开始骂了。很多人都认为我很危险，你这个帮派，你这个 Godfather， 你这个海盗，哈，集这些的大成，硬是把它抢回来。他的道理就是说，你赚的钱还给我。就是要还给我啊！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用逼的。用什么逼呢？用关税。为什么用关税有效呢？就是我还是全世界很主要的一个大咖作为买方啦。除非你东西不卖给我你今天生意总要做，明天也要做啊。所以你看印度就很为难啊。莫迪有的时候跟欧盟相报，有的时候讨川普喜欢，有的时候还要去跟老中打交道。他一个人就好像酒女一样，就是要团转，转得大家都高兴，这个才厉害。所以呢，我觉得民进党让我所诟病的，就是因为他要吃我，所以我不抗中不行啊。但是这个有市场，所以你处理得好，国民党没有执政的机会，你知道？但是呢，这个还回来还是要怪北京，我们一起向北京喊话。北京太苛了，你看曾丽文，他就人家问曾丽文你的两岸政策是什么？他就是说就是合同，但是呢时间未到，不成熟，这个可以吗？老共不买这个账的，你只要等，只要拖，你就是保持现状，你保持现状就是拒统，你拒统要我给你甜头，休想，你知不？这是你们有利的地方，因为老共这个脑筋转不过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国民党不管是2026的选举还是2028，我们在场的长官，新上任的高级长官，你们真的是很辛苦，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就从两边不吃香变成两边讨好，这个是未来最大的挑战。基本上老沈刚问个问题，说美国以后会怎样？我知道，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研究美国的，甚至美国专家。甚至我们以前美国对我们也很好嘛，到美国念书，你也是一样嘛，对不对？给你奖学金，全部免费，一个月还给你几百美金，只有这么好的事情，还教你真的那些老师毫无保留。我在美国公司服务也是好得不得了。但是很多人就说，那今天美国跟以前不一样啦，以前美国不是这样子啊，以前美国怎么是这样子呢？但是以后的美国会怎样？要看呐。如果他的副总统当选，范斯当选，要好不到哪里去啊？搞不好比他还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要看情况。如果真的川普搞了几年，美国失业率真的降低了，就业率提高了，然后真的各种投资都回流了，然后美国经济向这个繁荣了，哇，一切都好了，那当然他就赢了。如果搞得不是这样子，弄了半天关税，实际上没有收到多少，就业率也没有提高多少，然后这些公司被逼呢到美国去，效率也很低，毛利也很低然后竞争力也不行，那就不行了嘛。所以，但是我在判断，可能说完全回到以前美国，大概也很难。说完全像川普这样，大概也不会。所以呢，可能一半一半。一半。我觉得你就投机，你就学问不够好，那你就乱赌。我不是乱赌。你想，你认为说川普会以后新的总统不管谁，完全回到以前美国也不会。我有讲完全吗？我说顶多留下2成，8成是会回去的。那你也是投机，什么2成？2成怎么算？我觉得就一半一半了。所以一半一半，当然也不是50-50了。你没讲。当然有讲嘛，完全回到美国这一种，完全不回到过去一种。你这样Vance就会选上总统，那就是有成绩好他才会选上啊，成绩不好不一定，那就完了。选举不是这样的，选举马上到了民众老沈算顾立马算鬼，立马在选举要看对手嘛。你对手范斯虽然这个他有他的强有他的弱，对手如果弱，对不对？再出个像拜登这样的话，他也是会赢啊。如果出个很强的。他就会输啊！这完全选举完全看对手，不管在美国、在台湾都是一样的。休息一下再回来。你想这些人。